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一觉醒来天塌了，李凯欣辱华风波升级，杨紫竟成前车之鉴，诚意竟然在同一个坑里掉了2次，真是太惨了。当初他的英雄志因为张嘉倪失德播不了，没想到马上要播出的《富山海》又因为李凯欣的失德播不了。虽然说失德艺人不值得同情，但对于拼了命演戏的诚意，这次却又走了和杨紫一样的老路，都碰上了 C 猪队友，还不止一个。原本在7月13日就要播出的带爆大剧《富山海》，却因为女二的辱华言论陷入了延播危机。事情的一切还要从7月13日说起。一段疑似李凯欣的私人对话录音突然在网络上疯传。音频里，他轻飘飘甩出一句“有戏拍，有钱赚就好”，大部分中国人是 XX， 字字句句听的都让人火大。这事儿一出来，网友们都坐不住了。要知道，李凯欣可是新加坡籍演员，他本人从小在中国台湾省长大，父亲早年在新加坡经商，母亲则是新加坡的知名主持人。他就是靠着星二代的光环，在中国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。从16岁演苹果广告出道，到参演海上牧云记问题餐厅，虽然资源好到爆，但却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。这次好不容易搭上诚意的新剧《富山海》，结果却因为一通录音彻底凉透。更戏剧性的是，《富山海》剧组反应快得离谱。这么看来，剧组肯定是提前就知道这件事了，不然时间点也不会卡得那么准。其实李凯欣的作死之路早有预兆，真是不扒不知道，一扒吓一跳。这个从星二代到辱华黑料咖的翻车史，真是让小编不得不感叹，娱乐圈的遮羞布果然还是遮不住老鼠屎。早在2025年，就有校友爆料他中学时搞校园霸凌，虽然没实锤，但口碑已经崩了。后来他转战内地发展，一边接戏一边立立志学霸人设，结果被扒出高考成绩惨淡，直接被打脸。这次辱华录音更是把他的双面人属性暴露无遗。更狠的是，他早年庆祝春节时把 Chinese New Year 改口成 Lunar New Year， 这操作被广大网友嘲讽为精分是爱国捞钱时自称中国人，过节时又改口东南亚人，真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的典型例子。更绝的是，他的前助理突然跳出来爆料，说他知三当三多次辱骂粉丝，还威胁要放出更多黑料。虽然李凯欣至今装死不回应，但有这么多实锤的黑料摆在台面上了，还能怎么洗呢？这次内娱劣迹艺人的名单，怕是要再添一名了。更惨的是，在《富山海》中，李凯欣名义上是女2号，但实际戏份竟然要比女主娜扎还多2倍。现在剧方想删戏，真是难上加难。后期的工作人员看来又要加班了，要么硬删毁剧情，要么 AI 换脸。但即使费这么大的功夫，这剧也不一定能抬上来了。即使真的上映了，观众又不傻，那观感体验也会很受影响。而女主娜扎也是个冤大头，之前她就被嘲是花瓶没演技，这次说不定《富山海》的播出能挽回口碑，如今又无了，下次能拿到好资源就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要说最惨的，还的是男主诚意。又拿了个祭天的剧本。2年前莲花楼爆火后，他好不容易走到大众面前，事业也正处于上升期，他自己也很努力，眼瞅着就要凭借《富山海》冲击一线了。而为了这部剧，他泡在横店2年，从古装造型到武打戏亲自上阵，结果戏拍完了，搭档却塌房了，还是被同样的骚操作给拖下水了。他可是《英雄志》和《富山海》2部剧的男主啊！有网友算账，一部剧投资几个亿，宣传费都砸了几千万，
现在播不了，平台、制作方、演员全都赔钱。更可怕的是舆论反噬。以前路人对程毅的印象还是很好的，就等着他有一天能跻身顶流的位置。结果现在一打开他的评论区，全是程毅眼瞎吗？找这种队友。甚至有人翻出他早年的采访，他自己认为演员最重要的是敬业，结果现在也被人拉出来吐槽了，敬业到给台底分子当垫脚石。但是程毅这经历听着也挺眼熟的，当初杨紫也因为和某凡、某伦、某峰合作过，导致辛苦拍摄的好几部剧无奈被无限期的雪藏。而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杨紫和程毅还是曾经的荧幕 CP， 当年两人从《青云志》里的青涩竹马走到《沉香如屑》中虐恋的仙侣，两人走的每一步都很不容易。如今竟然也活成了内娱最冤种的难兄难弟。更戏剧性的是，先前赴山海关宣拍摄的时候，还有传闻说杨紫要来客串，不过后来也被辟谣了。现在看来，还好杨紫没有参演，不然这两人就要同时背黑锅了。不过如今杨紫在经历过多次相似的经历后，现在已经学会如何谨慎甄别剧本和合作演员了。希望程毅也能和杨紫学习，吸取一下经验教训，以后别再让这种类似的遗憾再次重演了。这几件事让所有人看清一个真相，在娱乐圈，德行比演技重要10000倍。但是资本还在继续赌颜值及正义，但观众早就不买账了。这下好了，资本们再也不敢随便用黑红也是红的套路了。程毅和杨紫的故事像极了内娱的缩影，流量狂欢背后是艺人的真心被消耗，是观众的信任被透支。